我们在每一次的合作节目当中都翻脸。我跟你们讲，你们要算这些账的话，我跟你讲，10年都算不完，OK？全听你说。有没有人为你意乱情迷过？啊，一定有的啊。我靠，你真的哪来的自信？淘宝买的、啊？没有，不是，我跟你讲，真的有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他为他意乱情迷的人的存在。所以你说的话，不同阶段出现不一样的人，然后你会去理解到底背景啦、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们是打从哪里欣赏 OK， 等一下我承认一样东西，我是想很多的人。我觉得你还没有碰到一个让你真的心花怒放，忘了什么东西叫做计划、盘算跟看后面将来。因为感性永远不会出现在我身上这2个字。其实你老了慢慢有了。真的吗？真的吗？他以前是理性到不能，我跟他是因为我3月1号到2月22号，我们在某些个性上是很相似，可是我发现，在45岁的一个差不多交错点的时候，我慢慢往靠近许正荣的地方走，他的感性面慢慢有以前全一峰的一面出来，你慢慢软化了。哦 ，OK， 那一点我不否认，可能是因为经历的一些东西啊。你觉得你给人家看到的许正荣是哪一面？这个东西哦，我真的觉得在2、3年前呐，我觉得人家看到的我会是比较冷的，然后比较无情的。无情吗？无情吗？然后比较有坚守原则是吗？的人，然后要就是要，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会徘徊在太多所谓的灰色地带。是吗？是啊。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就很冷啦。是2、3年前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不能说他对我没有影响，他对我影响其实很大，到今时今日，你又觉得很多东西你执着也没有用。对，我就说你哪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哥谈起，就是你变得很软，包括去年我住在大哥家，我们偶尔聊一聊，大哥讲，眼泪扑通滑，我在想正荣在我面前哭了吗？我好像把过去40年来的眼泪在2、3年里面流完了。这就是人嘛呢？人是可能就是因为事件的发生啊，一宗接一宗，就包括我妈也是在近1、2年才离开的嘛。她的离开其实很不一样，甚至到因为我妈自己本身是有失智症她到一度让我很怀疑自己。我坦白跟你讲，这是我没有真正跟很多人分享的。然后我也开始了解到人家说久病无孝子这句话。你跟姐姐在，还有2个工人一直在陪伴她。你总会有身心很累的时候。她有一阵子失智比较稍微严重的时候，她真的可以耗你3、4个小时，一天到晚跟你讲说她要回家了，这里不是她家，因为他们的记忆就回到以前嘛。然后我们2个人就必须要在那边就一直跟你说，这里就是你家。要回去哪里啊？你会跟他这样重复的提吗？对你这么我们就说了2、3个小时，然后就跟他讲 ，OK， 到后面不可以了，就连哄带骗，可能就跟你说不然你这边先住一晚咯，明天我们才走咯。车子现在不在了，没有车什么。可是这些反复的答复对他来讲是有听进去的吗？没有。你怎么有这个耐心呢？她是你妈，没有讲真的，你真的。你的柔性面就在这边就出来了。然后到后期他卧床之后当你觉得。你真的累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很怀疑自己。有时候为什么会想说，哎呀，也不要理，也不要怎样，为什么会那样？然后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人家所说的啦，久病无孝子这一句话，才真的打到你的心里面去，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当你竭尽所能，然后你耗尽你能有的一些精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干嘛这些事情要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是有一点愧疚的。每次一想到这样，你有一点愧疚的。人家想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之前人家养育你的时候呢，人家都说嘛，你小时候人家也是不厌其烦这样把你带大。你问了几百几千个为什么的问题，人家也是回答你啊。妈妈的那个老人失智症7、8年，很长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那时候跟姐姐聊的时候，就是她后期脾气有变比较暴躁，是有一阶段，有一个阶段甚至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对，很难照顾，很难照顾。然后她甚至把全世界人都忘了，她唯一没有忘的就是你。这是姐姐跟我讲的。哎，我真的不懂何德何能，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妈妈只记得你？我不晓得，可能自己就是那个最小的。然所以后你看，她从小是疼着你，只是她没有能力去是，疼你。可能就是最小的。然后我也说嘛，我的经历可能在他来说是比较有记忆点的。电视上看得到，然后舆论上看得到，然后每年红星大奖在早期的时候，他自己也忙着就是打电话啊，然后叫朋友叫阿姨啊，这些大家就尽量在帮我投票。我们也走过那些以前家里没有米，他必须要去跟亲戚，然后拿着那个碗啊这些去拿1碗米这样回来才能煮。我们真的走过那个阶段，所以在很多可能亲朋戚友眼里，或者是邻居等等，我们不是那个能够大声说话的人，就是会有出人头地一天的一家人。所以如果你说到后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我希望我跟我姐姐做到啦，就是晚年她是安详的啦。如果真心能问一句，她能够答你一句，你会问她什么？妈妈，我是你的骄傲吗？其实这个问题是红星本来预计4月嘛。可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对我而言是，他也没有办法看到，我也没有办法让他理解到或者他知不知道，因为他都已经卧床，然后人也不认得嘛。所以我真的在确实拿到那个红星大奖的讲座之后，我试问只有2、3个人出现在我脑海里面第一个真的是我妈，然后我是不晓得人家说在天上在哪里，他到底知不知道？你明白吗？所以我才说，如果真的有办法给他捎个消息的话，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我已经至少有了一个里程碑了呀。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伟忠了呀，因为他很贴心，也一直在我身边。然后蹦怎么解释经历过的人就会懂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你知道吗？然后我很怕我最近访问的 case 太多了，我太怕。因为终有一天会面对那个，因为年龄越来越大，对我们现在都碰到这种事情太多了。是，然后不是说要拿这些来讲，要煽情，要怎么样，真的都不是，只是你心里永远有那个想法，然后有那些你想要分享、想要做的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我也这样沉重的吗？也不是沉重，我觉得我们既然到这个点上我也不想拿伟忠的东西来讲。可是我是以 as a 朋友，我很心疼你那时候的经历。我看到的是你机场回来的时候完了，然后你就走，他们就跟我讲，郑荣哭了一声很大声。我说那个不是郑荣，我说那个不是，他说刚刚那一声是他，我说郑荣不会哭，他们就跟我讲郑荣崩溃了。然后就打电话给他说：“大哥，你 OK 吗？”你就只有回答回去。我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把他带回来。那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快点跑去现场，然后就以在现场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们都在。整个事件很突然。我一抵达新西兰之后，那几天东西发生得很快，你丝毫没有一些太大的感。不可能嘛？你怎么样让自己巩固在那个？没有，因为你就知道很多东西要处理你知道在那边的时候，每一个阶段都有所谓的抉择要做，包括他在那边病了，然后有一个所谓的空窗可能情况会稳定，要不要把他带回来？然后时间有多长？怎么带回来？然后甚至我们说好，我们决定就把他带回来，然后刚在安排东西的当儿，情况又恶化。然后马上又送进去所谓的手术室，然后就知道这个不能了，不能行不通了，下来一步要怎样？到最后真的我们在某个程度上，他们不会那么说，可是我们知道应该是有一点难的啦。后事要怎么做？很难跟爸爸妈妈开口了。可是你
你还是得问啊。我真的没有太大情绪的波动，我只是一心要想把整个情况搞好它，让大家在最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能够自己去安撫自己的心情，那是我唯一的一个考量。真正我觉得啦哈，我自己的大崩溃啊，真正我的大崩溃是全部都搞好了，然后来把他带走的人来了，查证了什么，把他带走了，然后我可以回酒店了。然后我一走出去，然后前面刚好看到厕所，我一进厕所就很恍惚，我一进去就是猛哭。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崩溃吗？应该吧。你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哭了多久，直到我洗了把脸，开了门走出去的时候，然后我才看到几个就军官那边的人站在那边等我。哦 ，OK， 好，他们就把我载回去酒店。然后那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一直跟自己讲说 ，OK， 没事的，回来就做我该做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就告诉这里的人怎么安排。我一到新加坡之后开会要怎么做，所以下飞机之后就记者会，OK， 就讲了我们全部该讲的。你说的那一段 ，right？ 我不懂为什么。我就真的是站起来，然后他们要把我带走的时候，一站起来走到外面，我知道我身后没人了，我就整个情绪就来了。那一声，他们跟我讲说郑荣哭了，我说不是他，不是他，那个是他的声音，哇，我才知道不对劲，那应该很痛很痛了。他真的是彻彻底底改变了你。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他跟我说过很多话。1个月可能2、3次，他忙也好来找我吃饭，就为了聚一下。然后当他知道我自己努力在经营午夜媒体，然后呢，大家都很努力要有一些贡献给本地娱乐圈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讲过，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会是你旁边的一个将军。所以有时候我还会夜深人静把他的话重复贴出来，然后再把它拉下。因为我会问他，你有看到啊？没有啦，你懂吗？那种时候是，你讲过那些话，然后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懂那种心态吗？然后你有时候就情不自禁也会有这样的 po 文出去了，然后可能1、2个小时后你恢复理智之后，你干嘛呢？删掉这样，也不要去影响别人因为可能现在痛的不止我们，不止家人，还有很多喜爱他的人，其实可能心也还在痛。你干嘛要去把这个挖起来，然后让大家有感觉到有那样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心疼你我还好，你看我还活着。有些人真的讲过啦，只要你还能够呼吸的那一天，你就应该感到开心，感到欣慰了。这一句话真的要经历过、走过的人，他才会理解。他整件事情有给你转折，还是你个性上的改变，还是对某些事情开始的判断？没有，我就放松了很多对人，尤其下面那班跟他同期的子弟兵，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那么执着了。我还是跟你讲说，这些东西该做，那些东西不该做。可是我觉得管制方面我放宽了很多。在什么方面要求变松？没有你们要谈恋爱，如果真的在无伤大雅的前提下，你要谈恋爱就谈恋爱所以可以谈恋爱还是要视情况而定。什么情况？没有，就是你事业的阶段在哪一个阶段你是不是要完全豁出去你充其量的讲，你看我们说在这一行工作的人多少不是努力在为这一行付出？栽培新人总有来来去去嘛。如果这些师徒师孙的，然后最后离开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心态？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能力有限，然后我们能给的可能只有到某一个阶段。听起来很门面不过真的就是这样嘛。所以如果真的有更好的一片天能够去闯去飞的话，那就去啦。那当然大前提下他自己也必须要有那个认知，说他已经准备好了。你明白吗？你也不要把一个还没能放飞的人放飞嘛。可是这一行有时候他认不清楚自己的状况，那如果走的不好看或吃相不好看的时候，你心疼吗？肯定会，原因是
你问我摸良心在想的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让自己比较茁壮一点，然后你去所谓的单飞可能对自己前面的路来讲是简单一点的，毕竟还有一些周围能够辅助的东西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味觉得说哦是时候你要走了，要怎样了那你也可以，我还是会随他而去啦，就你自己就去，只是心疼的那一部分会比较辛苦啦。所以你来，所以这个是他们很好奇的，你怎么样一手扛起这么大一间公司？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到你公司看到说，没有，我没有一手扛起，很多人在撑着。公司的业务能力都是在哪？业务项目？我觉得应该是在multimedia，他们也是这么说，就多元媒体的上面呀。老实说，艺人管理这一块赚钱吗？不赚钱，我也觉得。艺人管理完全不赚钱，而且我跟你讲亏钱吧，没有不赚钱之余你还要承担很多的人事问题。到底那个人是不是跟你的理念一样他有没有背地里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然后变成后来你要去帮他扛责。所以艺人那个真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在外头有想过要做艺人经济这一块的话，打消那个念头吧。你整个在公司的整个结构，你处于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应该算是所谓什么都要做的总负责人。一个礼拜要开几次会？视情况而定。你应该问我一个礼拜要洗几次厕所？这是真的，这然后心情不好，他就干嘛就没有，不是我跟你讲，洗厕所那个东西真的你们不要误会，OK？包括可能在看的任何人，OK？不是我很辛苦要去洗厕所，洗厕所你已经懂怎么洗之后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你看到屎很开心啊？不是。我是清理别人的屎很开心，对啊，不要别一坨没干净。没有不是，就因为那个不需要有太多的所谓想法跟思维吗？你把一个地方弄得干干净净，突然间你会觉得哇，又很好，再开始了，你明白吗？然后别人来用厕所也很开心，你看多好，一举多得。所以你就是说，在公司有人给你发火了，你生气了，你就躲去厕所。没有，不会，OK。人家去躲去厕所哭，而且没有，不会洗马桶。因为你真的说我去帮忙清洗厕所的时候都是周末或者是晚上很晚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不能真的在很多外人面前去洗厕所吗？OK， 你一个礼拜去公司几次？每天，除了可能周末，有时候周末也进去。周末进去就你一个人了咯？是。你在那边干嘛？处理该处理的东西文件什么然后可能做一些卫生打扫一下这样。你的娱乐现在是什么？做工。你看，坦白说，因为现在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机，公司业绩要稳定的那个时期，所以会花很多心思在公司身上。压力会不会特别大？说真的，有一定的压力，可是我习惯在压力下成长。难怪你不高。这是哪里听来的名言吗？OK，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阵容的就是他是广播王子出身的，我们还很想听你当年的那个广播王子的那一把声音，跟你当初是怎么样去迷惑这么多人的？没有，可是已经很不一样了。你只要讲一下那个每一次的那个 closing， 我已经准备好了。没有，每一次的这个坦白讲，只是凌晨2点要到，然后就会做一个今天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听歌什么的，然后现在这时候呢也要下班了，所以希望大家呢会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晚安 ，Good night, sweet dreams。我那天看我一个视频不懂是第二次拿红星大奖的时候还是什么，哇，那个声音是高到我有。现在说话可能是这样的调子，那时候是大家好，我是许正荣。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你当年第一座是2000年，牙还是歪的。你看那个发型，最佳新人，你是当年最佳新人呢，最受欢迎新人，最受欢迎。第一个奖项，恭喜第一位红星大奖2000得奖者。第一位啊，所以我是第一个被公布的吗？最佳新人，谢谢。像什么？拿奖真的心情有一点点紧张。我想在这里呢，要非常谢谢新兴关系台节目后的所有工作人员，所以有差别还有新传媒 Yes933。 933。一个新人来说，要站在这舞台上拿奖的话，
背后呢需要很多人的心血还有努力。谢谢那些曾经给过我机会、认为我办得到、对我有信心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舞台上享受这份得奖的喜悦。谢谢，谢谢，你不带感情的，你为什么这么冷？哎，我真的有点认不得自己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冷？没有激动，没有颤抖。这就是理智啊。你没有一年拿过的时候是紧张雀跃，然后兴奋。没有兴奋一定会有啦，我没有过度兴奋而已。你明白兴奋跟过度兴奋吗？我兴奋一定有。这辈子有什么东西让你过度兴奋过？真的没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兴奋？很兴奋，就是哇，晚上真的可以睡不着，然后雀跃万分。没有，我觉得是我的人的构造的问题。有什么烦恼可以让你过不去？人事物会金钱什么？也不会，真的，因为我真的始终认为睡觉最重要。然后你有办法躺在床冲了凉，哇，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睡觉，就不要辜负它，好好的睡一觉，隔天起来继续努力。所以我不会亏待自己当下的那一个时候，然后让自己去想很多，然后睡不着，甚至有人可能哇，他需要安眠药帮他入睡，还是什么？我真的没有这样的日子啊？什么？就是啊，伟大，就是你又不给我们访问，然后你看一下后面，真的没有准备礼物给你。没有你是说这里有礼物的吗 ？OK 啊，有啦。你猜我会送你什么？哦，真的不知道嘞。就先给他看一下啦。给我们送，我们不能，你看后面袋子，纸袋。嘉宾自己拿。对，因为我就轻松，我特别轻松。这关我什么事？啊，你把它放在你旁边看看。你看，我就知道。不是驴吗？你放在你旁边。因为你一直觉得你自己是白马王子，对，是白马王子。我是怕等下讲这张脸，他每次是这样的，然后我一觉得哎这是我啊，他就讲没有，你看那张脸。不会，我怎么会这么好心？你肯定是一只驴。我就知道你会出这招。你在我心里，你就是一只驴。你这么多年来还是不能放过是吗？这真的是送我的吗？这真的是送你一匹骏马，一匹白马。其实你从驴已经变成一匹马，是这样。其实是万千少女当中的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真的。But anyway， 我真的要感谢郑容，要请他上节目跟要访问他其实是很难。虽然是来了一张空白的纸，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完成了一点点的那个心愿，就是访他不简单，尤其太熟。所以这个是我们节目制作组送给你的。但是还有我自己要特别送给你的。你这样的讲法有点恐怖，因为我真的不懂他会出什么招这样。依我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你心头肉是什么，小小的礼物，来快点！哇！我们不是又要再录1个小时吗？来，你们快点各就各位。哎，干嘛你把一票人都叫来？因为我知道你真正的心头肉就是他们，我们的礼物太微不足道了。你的心愿呢，就是希望你的宝贝儿能够跟你一起同台，然后你把心都交给他们，他们也有就是最好的礼物再送给你了。哦，是吗？耶 OK， 所以我们是来，大家坐好，拍张照。哇哦，徐斌弟弟来了！有没有发现我的脸突然间不一样了？为什么紧张了？不是紧张就紧张了，他那个老板鸟脸又跑出来。我觉得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你心头肉的这几块哦，他们也很有心，也有小礼物。我不知道他们特别准备什么小礼物，谢乐吧哈。对，谢乐，你有没有什么小礼物要送给大哥？真的啊？你真的有准备啊？有so sweet。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这是要一个一个来，很惊讶这样吗？没有，你可以直接一个一个骂咯。那个这个是什么 OK，让我来解释一下。OK， 这个是一朵花。今天我是就2朵。现在你明白了，right？ OK， 这个是2朵花。OK， 为什么我要送给你？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啦，花是一个很有意思又很有意义的一样东西。我看，你继续讲，呀，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你大哥。因为你充满了爱、细心，还有耐心。你现在做 charity 哈？我没有跟你
讲，我总觉得好像背了很久的没有，我真的没有背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从我心里真的。人家小弟弟在跟你讲感谢事情，我们严肃一点好不好？是呀，说我相信这朵花就 describe 你哦，大哥，就是很适合你了，大哥。我跟你讲哦，你脸瞥过去其他人的表情哦。来，全大妈讲几句话。你不要这样啦，导演会尽量 keep 住啦，先让你加油啦，尽量 keep 住，要不然等一下只留徐冰啦。我们先这样讲啊，你明天就自己录了啊 ，Scarlett 没出街的啦 ，OK。啊，我是嘉轩，嘉轩是礼物呢，我就知道大哥什么都不缺啦。我呢也是那个活着的一朵花，把自己送给你，想让你知道你是 definitely 是我在这演艺当中的一位伯乐，所以要谢谢。真的，你就像 JP 俊嘛，是很多人的伯乐。加油！你一看就是会一直出问题的那个，你自己讲。不会，他最近进步。乖啦，真的。我的这个可能看起来有一点难看到了，有一点小是这个东西。玉，这是一块玉，它是一个豌豆的一个玉，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一个玉。对，然后所以豌豆它的意义在于它是团圆，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团圆，完成整个公司这个的梦，就可以完成每个人的梦。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寄托给大哥了。我传家之宝给你，我觉得你这个有不敢收。点太呀，这个有点太，不要紧，我们私下解决，但是这个心意真的很感动啊。林夕 ，Angel， 大家好，我是林夕。大哥一直以来就是，就真的好像我们的大哥一样，这么照顾我们，所以我不要讲这么多，我真的不行。然后，所以这个仙人掌它代表坚强稳重，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一样，然后继续加油。谢，少给大哥一点烦恼。这点很重要，少给一点烦恼。我觉得很可爱。哎，你要紧张到在抖啊！你干嘛这样讲一个小女孩？她在突破她的心魔。是，所以你看 ，OK， 讲真的很珍惜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啦。原因是他们也鲜少有机会这样大家一起露面，而且正式的一个国营平台，有一定的压力啦。元老级的人，我们等你完了，我们就可以收场了。OK， 其实我有一些话想要跟大哥说啊，真的很感恩可以遇到他这样的一位伯乐、恩师，甚至是大哥，甚至有时候像父母那种感觉。他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然是对我而言，那对我们而言，有了许峥嵘，才有了五言媒体，才有了 Aloysius、Kimberly、许冰、子杰，还有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公司那几十号人物。所以我想替每一个人都跟你说一声，大家都很感激你。我觉得你成就了很多人，却委屈了自己。而且他超级红星其实早几年就可以拿了，因为我们拖累了他，拖累了脚步。然后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每次聚餐、每次吃饭的时候，永远都是大哥卖单，一如既往。所以我想说，大哥，这个星期五有空的话，每个人大家想请你吃一顿饭，然后好好的让你休息片刻，慰劳自己。不错，哎，快点制作组找他做一集，这样讲得不错，做得不错，我们就把徐冰也定下来访问一下。加油哦，压力哦。还有谢谢你们艺人，谢谢。将来的路要再加油，谢谢凤姐，谢谢制作组。万没有想到他的艺人到他没有感动，他是马脸出来。为什么会感动？哇，公司都常见到嘛，你说感动还好，我现在还在想什么要骂一下，要什么还没有做。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